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津巴布韦2009年的货币贬值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展示了经济政策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想象一下，你的全部财富在转眼间从数百万、数十亿到数兆，最终却一文不值。这不仅是数字游戏的结果，而是深刻影响了每一个津巴布韦人的生活质量，从日常购物到基本生存需求，无不受到挑战。这场货币贬值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经济体系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它也展示了人类面对绝境时的韧性和创新能力。从废墟中，津巴布韦如何逐步站起，重新融入世界经济。这是一个关于失败与重生、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在深入探讨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到2009年。津巴布韦经历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货币贬值，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重置，一种极端的经济现象，它的影响深远而复杂。政府为了应对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采取了这一激进措施。但这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从经济到社会各个层面，当地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民众的购买力几乎归零，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危机也促使国际社会重新评估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援助和投资策略，同时也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津巴布韦的例子成为了一个警示，显示了国家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导致的不可预见后果。但是，津巴布韦的故事也是关于适应和创新的。面对极端的经济挑战，津巴布韦人民展示了惊人的韧性，他们找到了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生存和繁荣的方法，从而为其他经历类似挑战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无论是通过引入多币种系统来稳定经济，还是通过创新的交易方式和社会福利计划来支持最脆弱的群体，津巴布韦的经验都值得全世界学习。这个故事充满了教训和启示，不仅对经济学者，对每一个关心我们这个时代最大挑战的人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教会我们在面对危机时需要勇气、创新和团结，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最艰难的时刻。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被迫进入一个全新的经济现实。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一次社会结构和人民心态的深刻变革。想象一下，昨天你还是一个百万富翁，今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财富一文不值。这种经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打击。在津巴布韦，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了，而且影响了全国上下每一个人的生活。财富的蒸发不仅仅导致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问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为财政紧缩而变得难以为继。孩子们因为学校缺乏资金而停止上课，医院因为缺乏药品和设备而无法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更深的困境。然而，在这样的绝境中，津巴布韦人民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韧性和创造力。面对货币的崩溃，人们开始寻找替代的交易方式，物物交换再次成为常态。人们用食物交换生活必需品，从而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变得尤为重要。邻里之间相互支持，共同面对困难。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成为了津巴布韦人民抵御经济危机的重要武器。与此同时，津巴布韦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开始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尽管这些援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经济困境，但也引发了关于国际援助的有效性和后果的深刻讨论。一方面，援助确实为津巴布韦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资源，
另一方面，依赖外部援助也可能降低国家自主恢复经济的能力，造成长期依赖。在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后，津巴布韦开始探索自身的恢复之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引入多币种制度来稳定经济、改善财政管理、鼓励外国投资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经济，但津巴布韦的复苏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国际市场的波动以及对外债务的压力都是津巴布韦面临的难题。然而，津巴布韦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变革和复苏也是可能的。通过国内外的合作，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国家可以从废墟中站起来，重新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津巴布韦的经验提醒我们，经济政策需要深思熟虑，国家的发展需要稳健的步伐，而最重要的是，人民的韧性和创造力是克服任何危机的最大财富。随着津巴布韦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逐步稳定与恢复，这个国家的故事也逐渐演变成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经历过深刻的危机之后，津巴布韦人民对生活的期待发生了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在这个阶段，创新和创业精神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津巴布韦走向复苏和繁荣的关键力量。创业者和小型企业开始涌现，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创新的思维，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为当地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小型企业和创业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的支持和合作，形成了一种基于互信和互助的新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加强了社区内部的联系，也帮助津巴布韦在国际市场上展示了其创新能力和经济潜力。同时，津巴布韦的教育和技术领域也开始重视创新和技能培训，意识到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教育体系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解决。此外，政府和私营部门开始投资于科技领域，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金融服务不足等。在这个过程中，津巴布韦也开始更加重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通过参与国际项目，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津巴布韦不仅为本国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也逐步提高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国际合作的加深，特别是在教育、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为津巴布韦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领导者和创业者，他们将成为推动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津巴布韦的复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国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包括政治稳定性的问题、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商业环境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津巴布韦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创新、团结和坚持，也能开辟出一条通往复苏和繁荣的道路。展望未来，津巴布韦的故事将继续激励那些面临困境的国家和人民。它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希望和努力也能创造出光明的未来。津巴布韦人民的韧性、创新和团结精神，不仅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变革，也为全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全球化的今天，津巴布韦的故事提醒我们，面对挑战，我们不应该放弃希望，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津巴布韦这个曾经被经济危机重创的国家中，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展现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深渊中爬升的不屈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津巴布韦不仅重塑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也为世界提供了关于韧性、创新与合作重要性的深刻洞见。这个国家的经历强调了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团结以及国际社会的协助是多么关键。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经济波动后，
津巴布韦的民众和政府都对未来抱有更加谨慎和实际的态度。经济恢复的努力中，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开始被重视。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关键部门，持续的投资和创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保护社会最脆弱群体的重要性，通过改善社会福利系统来减轻经济变动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在教育方面，津巴布韦的投资开始着眼于长远发展，重视培养年轻一代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机会，津巴布韦希望培养出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和合作的人才。此外，对技术和创新的投资也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在努力将津巴布韦打造成为区域内的创新中心。在国际关系方面，津巴布韦逐渐恢复和改善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通过参与多边贸易协议和区域经济合作，津巴布韦不仅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合作伙伴。这种开放和合作的态度不仅有助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复苏，也促进了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在这个复苏和重建的过程中，津巴布韦展现了一个国家如何可以通过团结、韧性和创新，面对重大挑战并最终克服它们。津巴布韦的经历教会了世界一个宝贵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希望和努力也能开创出新的可能性。这个国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转型和重生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无限可能的故事。随着津巴布韦继续在经济、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前进，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通过共同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总有重建和复苏的希望。津巴布韦人民的坚韧和创新精神，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克服逆境、追求发展和构建更加美好未来的鼓舞人心的叙事。这个故事不仅为津巴布韦自己，也为全世界所有面临挑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信心、灵感和行动的方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以及视频下方有我们其他频道的推荐视频，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